这种级别的光芒是吸收了多么强大的力量？这卷轴之内将呈现出怎样的阵法呀？震惊的同时，人们也是开始感到好奇。毕竟这光芒的强弱，决定着蕴藏阵法的强弱。楚风这种光芒与圣龙纹的形态一模一样，甚至此时这方世界内的力量都所剩无几，全部被楚风的卷轴所吞噬了。毋庸置疑，楚风这卷轴已经是此地的极限了。那么根据规则，这卷轴内所蕴藏的阵法必然是非常厉害的阵法才对。可就在人们对楚风佩服不已且期待那阵法之际，楚风的表情却是突然变得痛苦起来，并且仔细观看，人们能够发现楚风捏动法诀的双手也是开始颤动起来，就像是有什么力量在与他进行对抗一般。同时人们能够看到虚空之上那卷轴也在剧烈颤动，二者对比之下，人们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楚风好像无法驾驭这卷轴。众人看着此时的楚风，有人眼中露出担忧，而有人则是幸灾乐祸。楚风，看来此物你无法驾驭，这就是贪心的下场。外面传来讽刺的声音，乃是丹道仙宗的贾令仪。楚风不予理会，而是持续与那出现反噬的卷轴进行抗衡，想要重新掌控这卷轴。煮熟的鸭子岂能让它飞了？但那卷轴的力量太强了，楚风的负担肉眼可见。楚风不仅脸色变得苍白，就连嘴角和鼻子以及耳朵都开始流血。很快，楚风的肌肉都开始发生扭曲，整个人都承受着恐怖的力量。楚风小友，莫要强求，日后的机会还有很多。眼见情况不妙，就连结界画师也是出言提醒。虽然在外面他感受不到里面的具体情况，可是身为界灵师，用肉眼也能进行判断。楚风现在明显就是无法驾驭这卷轴，强行驾驭便遭受反噬，继续下去可能性命不保。可楚风就像是听不到结界画师的话一样，不仅没有放弃的打算，反而突然怒喝一声。此时楚风的法诀捏得更加稳固，但同时卷轴爆发出的力量也更加强大。楚风在全力掌控那卷轴，突然一声闷响传来，楚风进爆体王！天哪，这一幕让所有人大惊失色，而结界画师更是被吓到了。这样的一幕让他难以接受。事实上不只是他，哪怕与楚风没有任何交集的一些人也在为此感到惋惜。毕竟楚风的表现已经很好，就算他无法掌控这卷轴，但他的表现也是不可磨灭的。这样的天才就这样陨落，自然可惜。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楚风打造出了如此厉害的卷轴，必然蕴藏极为厉害的阵法，可偏偏楚风却无法驾驭，最终死去。但很快，无数道讽刺的笑声响彻，那笑声之刺耳，回荡在这整片天地，乃是丹道仙宗的众人。这楚风真是笑死个人了，弄出这么大一个卷轴，搞出那么大的声势，还以为他真的多么逆天呢。结果可倒好，自己被自己搞出来的卷轴给震死了，并且还是尸骨无存。此时丹道仙宗的众人都毫不留情地对楚风发出了嘲讽。楚风的死于他们而言简直是喜事一件。但很快人们又重新被那卷轴所吸引，此时的卷轴乃是无主之物。看着这样的卷轴，那试炼界内的小辈皆是目露渴望，但他们却不敢贸然出手，那是连楚风都无法驾驭，甚至因为强行驾驭而亡的卷轴，他们自然不敢轻易尝试。可忽然一道身影进入了试炼界内，直接来到了那卷轴面前。定睛一看，许多人都认得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丹道仙宗当今小辈第一人贾成英。他这个时候进来干什么？难道是想坐享其成？好卑鄙啊！先前楚风在的时候他进都不敢进，现在楚风死了，他居然想要占有楚风打造的卷轴。所有人都明白贾成英的意图，尤其试炼界内的小辈也都看不惯贾成英，可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贾成英进来之后，直接将其结界之力释放而出，紫龙神袍。他的结界之术比在古界的时候又有增进，已是从蓝龙神袍踏入了紫龙神袍，这可是堪比四品半神的境界，凌驾于试炼界内所有小辈之上。抛开身份不谈，只说实力，在场众人也不得不服，不敢有丝毫的反抗。贾成英也不客气，直接捏动法诀，开始掌控那卷轴。只是他刚刚开始掌控那卷轴，那卷轴只是微微一颤，贾成英便在半空之上倒退数千米远。当其稳住身形之际，身子一歪，一道口鲜血便喷洒而出。很显然，这卷轴并没有那么容易掌控。看什么看，还不进来帮忙！贾成英愤怒地看向丹道仙宗的方向，他是想要援助。不过丹道仙宗的众小辈并未立刻动身，而是纷纷看向了贾令仪。他们不敢贸然进入，毕竟之前贾令仪说过，丹道仙宗小辈不去占楚风这个便宜。若是现在他们贸然进去，可就等于是打了贾令仪的脸了。这楚风虽开启了试炼界，但却不自量力，而此物如此不凡，若是不能掌控其中阵法，那实在是浪费。丹道仙宗小辈听令，所有人进入试炼界，协助贾成英将此物掌控。贾令仪此话一出，便有近万名丹道仙宗的小辈从战船飞掠而出，纷纷踏入了那试炼界内。太无耻了！呸！真不要脸啊！面对贾令仪此举，许多人忍不住咒骂，但却也只敢在心里咒骂，不敢说出来。至于贾令仪，也完全不在乎众人的看法，甚至还挑衅地看向结界画师。结界画师，我们此举也是顺应天意，你不会心有不快吧？结界画师此时的脸色倒是好转许多，似乎他已经接受了楚风死亡这件事。而面对贾令仪的挑衅，他也不动怒，而是道：此物能者居之，你丹道仙宗若有这个本事，自然可以拿走，但我就怕你丹道仙宗的这些小辈没这个本事，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丹道仙宗小辈的本事，你会见到的，绝对比你寄予厚望的楚风要强上百倍，至少不会因为此物而死。贾令仪讽刺地笑道。而此时丹道仙宗已有近万名小辈进入试炼界内，并且他们已是布置大阵，此阵只磅礴，面积竟比那卷轴还要大上几倍。而此阵
就是用来辅助贾成英的，就是要辅助贾成英来掌控那卷轴。这大阵本就强横，又是由身为紫龙神袍的贾成英来掌控，那威势相当惊人。不愧是丹道仙宗啊！看着丹道仙宗众小辈布置的大阵，就算看不惯丹道仙宗的众人，却也不得不感叹丹道仙宗的强大。甚至他们都觉得，有如此大阵加持，怕是这卷轴已是丹道仙宗的囊中之物。阵起，伴随贾成英的一声怒喝，那阵法启动，光芒普照，强大的力量冲向卷轴。可下一刻，所有人大跌眼镜，那阵法力量虽强，可却根本无法与卷轴产生联系。此阵竟然没有任何效果，可为何会如此啊？先前贾成英自己都可以尝试掌控那卷轴，为何现在有着阵法加持，反而不行了？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一群蠢货！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声音忽然响起，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倍感意外，甚至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试炼界入口的结界门那里，而此人乃是楚风。楚风没死。看到楚风那一刻，贾成英顿时脸色大变，先前还自信满满、唯我独尊的他，此时眼中尽是恐惧。这一刻，他顿时明白了一切。楚风，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诈死，就是为了引我们进来。贾成英看着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也是让不解的众人反应过来。原来楚风刚刚的一切都是装的，就是让丹道仙宗的人以为他死了，而他诈死的目的就是要引诱丹道仙宗的人进来。紧接着，贾成英的声音再度响起，可当他再度开口，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楚风，你放过我吧，你与贾令仪的恩怨与我无关啊。至于之前古界发生的事，我向你认错，我向你道歉，我们也算是并肩作战过的，你就原谅我吧。贾成英表现得无比恐惧，甚至楚风什么话都没说，他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半空之上。可是他可是紫龙神袍啊，堂堂紫龙神袍，为何会如此惧怕楚风？众人实在不解。与你无关，你身为丹道仙宗之人，这件事就注定与你有关。况且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此地不许你丹道仙宗之人踏入，你们只要敢进来，我就要你们有来无回。楚风表情冰冷，随后眼中杀意浮现，只见其手臂一挥，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横扫而出。下一刻，鲜血纷飞，丹道仙宗所有小辈皆是身首异处，包括身为紫龙神袍的贾成英，也同样未能幸免。只是一击，楚风便将丹道仙宗近万名天才小辈全部斩杀。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呆住了，尤其是那些小辈更是被吓得不轻。他们没有想到，楚风居然真的敢大开杀戒，并且出手如此果断，毫不拖泥带水。这哪里是杀人，这简直比踩死蚂蚁还要随意。但那可是丹道仙宗的小辈天才，是丹道仙宗的未来啊！此时，就连丹道仙宗的众人都愣住了，就连贾令仪都愣住了。他们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件事的发生。至于楚风，则是缓缓转头看向贾令仪，怎么样，贾令仪，我楚风是不是很讲诚信？说叫他们有来无回，就叫他们有来无回。楚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猛然间，寂静的虚空之上，愤怒的咆哮响彻，那恐怖的杀意，连空间都被撕碎，出现无数裂痕。是贾令仪，她此时狰狞的面孔宛如一个魔鬼，身为一个女子，甚至道道青筋都浮现而出。她真的愤怒极了。那死去的可是她丹道仙宗的未来，尤其是贾成英，那可是有机会将他丹道仙宗推向一个全新高度的超级天才。而除了贾成英外，那近万名小辈也没有一个是寻常之辈，都是他丹道仙宗倾尽资源培养的天才。可今日不过顷刻之间，便全部被楚风所杀。楚风此举简直是断了他丹道仙宗的命脉，断了他丹道仙宗的未来。他怎能不怒？不只是他，丹道仙宗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咬牙切齿，恨不得将生吞活扒。恐怖的杀意席卷天地。试炼界之内的人还好，试炼界之外的人，哪怕明知贾令仪这杀意与他们无关，可却也被吓得瑟瑟发抖。可就是如此杀意，楚风却是丝毫不惧。只见其手掌摊开，掌心有阵法浮现，紧接着楚风对着众生门一指，这阵法便融入那入口之中。但那门的气息却没有任何变化。就在众人不解楚风是在做什么之际，楚风则是将目光投向贾令仪。现在这道门不仅只有小辈可以踏入，你也可以踏入，但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踏入。贾令仪，你不是想杀我吗？不是想给你丹道仙宗死去的那些小辈报仇吗？我楚风给你这个机会，你现在进来吧。楚风对着贾令仪招了招手。什么？楚风竟然要放贾令仪进去？听闻此话，莫说旁人，就连结界画师的表情都被吓到了。这也太疯狂了！小辈也就算了，楚风竟然还要挑战贾令仪。刚刚楚风的出手，人们也感受到了楚风的实力很强，楚风的强大要在传闻之上。他乃是紫龙神袍，与贾成英一样，并且刚刚楚风展现出的战力并不限于紫龙神袍，否则不可能轻易的将贾成英等人瞬息斩杀。那是堪比金龙神袍，堪比五品半神的战力。不，那已经不是堪比，因为楚风表现出的战力太强，绝非寻常的五品半神可比。但哪怕如此，他也只是一个小辈，他还是无法与贾令仪抗衡。楚风就算再强，面对贾令仪也是绝无活路的。可是偏偏楚风自信满满，那个架势就好像站板上的鱼肉不是他楚风，而是贾令仪一般，就好像只要贾令仪敢进来，便必死无疑一般。不对劲，绝对不对劲！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而面对如此疯狂的楚风，那原本面容狰狞的贾令仪眼中也涌现出了一抹慌乱。小姐，您千万不要进去。在试炼界的小少爷们，许多都是有守护阵法在身的，但是刚刚他们的守护阵法全部都没有触发便死了。他很可能是在试炼界内暂时性的获取了掌控性的力量，您若进去，恐怕就中了他的圈套了。还不待贾令仪动身，一道道暗中传音便映入贾令仪的耳中。实际上不用他们提醒，贾令仪也不敢进去。他又不傻，
深知那些小辈死的蹊跷，楚风必然是掌握了极为强大的力量，很可能在那试炼界内，他已是获得了主宰性的力量。怎么不说话？你是怕了？是不是怕像你单到仙宗的小辈一样有来无回？楚风眯着眼睛打量着贾令仪，眼中尽是鄙夷。可楚风哪怕已是挑衅至此，贾令仪依然没有说话，不敢就是不敢。他很清楚，他说再多也都是苍白无力的辩驳。对于这个局面，也是众人没有想到的。楚风斩杀单到仙宗众小辈也就算了，可现在竟然吓住了。刚刚还杀意滔天的贾令仪，若非亲眼所见，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一个小辈能有如此手段。可接下来楚风的话却让众人大跌眼镜，也差点将贾令仪气得吐血。楚风先是讽刺一笑，这才说道：怂货，我骗你的，这众生门的性质我已无法改变，你想进来也是进不来，骗人的吗？众人再度仔细看向众生门，发现众生门的气息的确没有变化。楚风没有说谎，他真的是在骗人，刚刚只是做样子罢了。他融入的阵法根本就没有改变众生门，贾令仪就算想进去，其实也根本进不去。我就是看你刚才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替这些人报仇。不曾想你竟如此胆小，我让你进来，你居然都不敢。所以你刚刚那副架势不过是装的吧？你其实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人的死活。楚风双眼微眯，其眼中的讽刺越发尖锐，但相比于他的目光，他的那些话语才更是尖锐。这一刻，贾令仪只感觉自己被气得都快要窒息。他有生以来还从未像今日这么生气，而众人也终于明白，原来楚风是在戏耍贾令仪。可偏偏这贾令仪中了楚风的套，可谓被楚风玩弄于股掌之中。你还要多久？暴怒之下，贾令仪忽然转头看向身后的战船。对于此举，众人则是感到不解，难道说贾令仪也有其他手段不成？而实际上，贾令仪这句话是对着那名先前手持长剑与楚风交手的小辈女子所说的。我好了，现在要开始吗？本闭着眼眸的女子睁开了眼眸，此时她气色红润，之前那长剑的反噬应该已是痊愈。见状，贾令仪的表情不由变化，就好像她看到了打赢这场仗的希望一般。她没有再直接喊话，而是身形一纵，回到了战船之中，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贾令仪已经来到了那女子面前，这一次能否成功？贾令仪问。我已经在众生平等殿内埋下了阵眼符，如今已经是天时地利接的，只差人位了。所以能否成功，不要看我，还要看你单到仙宗的人是否能坚持得住了。女子说道。传令下去，就算死也要给我抗住，这一次必须成功。贾令仪冲着战船深处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也立刻有长老好像大殿深处是真的去传话了。那我去了。女子说话间便起身向战船深处行去。至于贾令仪，并没有跟着，而是看向那站在试炼界内的楚风。因为战船有守护阵法的缘故，楚风根本看不到贾令仪，但贾令仪却能够看到楚风。楚风，我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贾令仪咬牙切齿的道。只是对于贾令仪这句话，楚风根本听不到。虽然楚风也知道贾令仪不会就此作罢，但他却丝毫不慌。只见楚风对着虚空探手一抓，那巨大的卷轴便立刻缩小，最终化作原来大小，落入了楚风的手掌之中。见此情形，试炼界内外之人皆是将目光汇集在楚风那卷轴之上，他们都想很好奇这卷轴蕴藏着怎样的阵法，他们也都想要窥探一二。可谁曾想，卷轴入手，楚风不仅将卷轴合并，更是直接放入了乾坤袋内。楚风，你怎么都不看看啊？就连女王大人都感到不解。不用看，这卷轴内的阵法我已经掌握了。楚风说道。已经掌握了？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意外。对，早在这我忽悠单到仙宗那些小辈进来之前，这阵法就已经凝聚成型，并且被我领悟。如若不然，那些小辈又是怎么死的呢？楚风面带微笑，对于刚刚之事，他也是颇为得意。你是用阵法杀了他们，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阵法呀？女王大人眨巴着大眼睛，更加好奇了。此阵名为手之梦魇，手之梦魇会克制附加在生命体身上的守护阵法。当我施展手之梦魇的时候，会迷惑他们身上的守护阵法，使其不被触发。楚风解释道。我本来还以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触发守护阵法，是这试炼界内有着特殊的限制，搞了半天不是试炼界的限制，而是你的限制啊！女王大人感叹之余，却又有些失望。但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却只是得到了这样的阵法吗？女王大人不是觉得这个阵法弱，能够克制附加在生命体身上的守护阵法，言外之意就是在遇到身上有守护阵法的人，楚风也不惧怕，因为那些守护阵法根本无法伤到楚风，同样也无法守护那些人。这样的阵法自然是厉害的，但却并没有达到女王大人期望。毕竟楚风可是几乎将试炼界内的所有力量都引入了那卷轴之中。我的蛋蛋，这阵法不受任何限制，不管是多么厉害的守护阵法，只要是与灵魂相互绑定的，我这手之梦魇都可以克制，这还不厉害吗？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则是非常满意。不受限制吗？那倒是有点意思。见楚风这样说，女王大人失望的神情倒是有所缓解。诸多手段向来是有限制的，就比如楚风的神迹神行，虽然强大，但却也有着诸多限制，需要达到相应境界才能发挥出相应力量。若不受限制，那自然利奥的。并且这手之梦魇还可剖析守护阵法，不仅可以剖析对手的，也可以剖析我自己体内的守护阵法。楚风说道。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观察你父亲留给你的守护阵法？女王大人大喜。是，我不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我父亲留给我的守护阵法，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我父亲的气息以及这阵法的构造。这阵法就在我体内，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它。此时的楚风也是非常激动，这阵法太隐秘了，若不是这手之梦魇，楚风可能也很难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座他父亲留给他的守护阵法。最重要的是，我这守护阵法
虽然需要用武力进行掌控，但是我通过这手之梦魇同样可以进行观察，这样也就更加容易掌控于它。楚风说道，若是掌控之后，你就可以随意催动这阵法。女王大人问，但这阵法很复杂，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掌控。楚风道，那威力如何？女王大人问，这个还不能确定，这虽是武力大阵，但却非常复杂，通过阵法使得力量升华，是一种很奇妙的手段。但我估计真神初期可能都挡不住这武力阵法之威，并且这只是我的估计，具体的无法确定，威力多半更强。虽不能确定具体威力，但能确定的是，这阵法的覆盖面积极广，若非我掌控，而是自动触发，毁灭一方上界绝不在话下。楚风说道，想不到你父亲这么强啊，按照时间推断，他在你体内留下守护大阵的时候，应该也很早了，那个时候就能留下这种阵法，那你父亲当时的修为起码也在真神初期或者真神中期了吧，而你父亲也不可能没有增进，现在岂不是更强了？女王大人道，我的父亲自然很强。提及自己父亲，楚风的脸上也是有着一抹骄傲。不过说起来，你父亲这手段够狠的，覆盖面积如此之广，还是在你与祖武星域的时候留下的守护阵法。倘若那个时候触发，啧，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给你陪葬哥。嘴上说着不管你，实际上还是担心你的吗？女王大人撇着小嘴道。对此，楚风也笑了笑，那是一抹温馨的笑。虽然与自己父亲接触的机会很少，但自从见到他父亲第一面，他就能感受到他父亲对他的爱。至今他仍坚信，他父亲没有将他留在身边保护着他成长，实则是在为他好。他自己其实也很喜欢这种成长方式，虽然成长的速度可能远不如他父亲帮他，但楚风能够感受到自己这扎实的修为、强大的信念与意志力，正是来自于自己这一路的磨练。那种无依无靠，只能依靠自己的磨练。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同样的，他的母亲也很爱他。他的父母一直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楚风。随后，楚风大袖一挥，无数物品自大地升起，飘入楚风的乾坤袋内。那是丹道仙宗众小辈的身上的宝物，不仅是身上的宝物，连本源也被楚风没收，直接给女王大人炼化掉了。只是可惜，这些家伙的本源太弱，对于女王大人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忽然，众生平等殿剧烈一颤，下一刻磅礴的暗紫色气焰竟从众生平等殿内喷涌而出，将整座众生平等殿都封锁起来。看到这一幕，结界画师顿时脸色巨变。他先是看了一眼试炼界，发现试炼界内那炷香虽然即将燃烧殆尽，可还差着一些时间。他赶忙取出一幅蕴藏阵法的画作，画作打开画作大阵，融入了众生门内。此时，那炷香燃烧的速度竟大大减缓，几乎等于静止状态。与此同时，一道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楚风小友，外面凶险，先不要出来，等老夫先处理此事。”是结界画师。他说完此话，便丢出一道传信符，那传信符向画师山深处飞掠而去，应该是通知什么人。做完这件事之后，结界画师便身形一纵，飞入了众生平等殿之内。又开始了吗？看着那暗紫色的气焰，楚风知道发生了什么，必然是之前想要解封众生平等殿内那邪恶之物的家伙又开始行动了。虽然早知道他会行动，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而结界画师刚走，便有数道身影飞掠而出，布置封锁大阵，从四面八方将整个众生门笼罩了起来。那是丹道仙宗的人。此时，贾令仪也是再度从战船内走了出来，他御空而行，来到众生门之前，手中竟拿出一幅画作，画作打开，光芒闪烁，同样是一座阵法。他将阵法丢入众生门，原本减缓燃烧速度的巨香再度恢复之前的燃烧速度，那香本就燃烧殆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结束。那个时候，楚风等人也将强迫被驱赶出这试炼界。看来你与那个家伙是一伙的。楚风先是看了一眼众生平等殿的暗紫色气焰，这才看向贾令仪。他知道贾令仪正常来说不会有能够操控众生门的阵法，必然是其他人给他的阵法，但一般人也不会掌握与众生门相关的阵法，所以这个人多半就是那暗紫色气焰的主人。贾令仪没有理会楚风，而是冷冷地看着楚风，他的杀意再度涌现而出。大人，此事与我们无关啊！见到这一幕，试炼界内的小辈们都慌了，怕遭受牵连的他们纷纷开始求饶，想活命的救出来吧，冤有头债有主，我贾令仪不会滥杀无辜。贾令仪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见状，试炼界内的众小辈哪敢怠慢，为了保命，纷纷从试炼界内飞掠而出。转眼间，试炼界内就只剩下了楚风一人。楚风，你死期已至。贾令仪对楚风说道：“是吗？”可是不屑一笑，他丝毫不慌。这试炼界是楚风开启的，因为开启的足够完美，楚风还掌握了一些其他手段，就是这试炼界结束之前，楚风可以自己选择离开的方向。楚风不必从这众生门内走出，可以利用试炼界内的力量传送出去，这是结界画师都不知道的事。所以贾令仪这封锁大阵根本拦不住楚风，这也是楚风为何从始至终都如此有底气的原因。因为就算没有结界画师守护，他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单到仙宗根本困不住他。完了，那香快燃烧殆尽了，楚风死定了。此时围观之人都盯着试炼界内的那炷香，不明真相的他们都觉得只要试炼界关闭，便是楚风的死期。可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声音响起：“贾令仪，你不要你儿子的命了吗？”这个声音一出，所有人都是将目光投了过去，楚风也不例外。只见两道身影出现在了天际之上。是你！看到那说话之人，楚风也是目露意外之色，众人目光汇集而去，皆是望向两人，乃是一男一女。女子长相清纯，皮肤雪白，且留着一头白色长发，再配上那一袭白色长裙，宛如从白雪中走出的精灵。可别看长得乖巧，但她眼眸十分冷漠。而楚风认的此人
正是之前在最强试炼夺得最强半神初期名头，但却又放弃了最强令牌的小白姑娘。小白姑娘身旁的男子是一个长相猥琐、肥头大耳的胖子，这胖子脖子绑着一个锁链，而锁链的另一端正被小白姑娘牵着。听到众人的议论，楚风便知道这猥琐胖子的身份了，他就是贾令仪的儿子贾货。事已至此，真相大白，原来冒充楚风绑走贾货的人居然是小白姑娘。猛然间，磅礴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瞬间封锁了这片天地。是贾令仪出手了，但他只是封锁住了这片天地，并没有贸然对小白姑娘动手。他知道那锁链特殊，若是现在贸然出手，那么他儿子可能也会性命不保。你就是程英说的那个姑娘吧？贾令仪也在打量着小白姑娘。你知道我是谁？小白姑娘问。知道，最强试炼你曾击败过我宗的贾成英，后面在古界你们也曾相遇。只是姑娘，你虽然长得不错，天赋也不错，但你脑子却不太聪明，帮着这楚风与我丹道仙宗为敌，你可知道这后果是什么吗？贾令仪冷冷的道。丹道仙宗。小白姑娘轻蔑一笑，那种表情是全然没有将丹道仙宗放在眼里。我与楚风的确相识，但有一件事我需要声明，从一开始绑走你儿子的就不是楚风，而是我，而散播消息让你们来到这里的也是我。楚风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件事。小白姑娘此话一出，众人一片哗然，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是另有其人。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他与贾令仪也有恩怨？况且就如贾令仪所说，胆敢与他丹道仙宗为敌，是多么大的胆子啊！楚风起码还有图腾9道撑腰，而这女子她凭什么啊？众人对小白姑娘充满了好奇，小白姑娘则根本不理会众人的目光，而是看向楚风。楚风，古界时候我欠你的人情，今日会替你还清。白发女子此话说完，又看向贾令仪。贾令仪，你罪孽深重，今日就用你们母子的命来偿还吧。小白姑娘话音刚落，眼中杀意涌现，是准备斩杀贾令仪的儿子贾货。可忽然她动弹不得，原来是一道阵法忽然出现，控制住了小白姑娘。臭丫头，和我斗！你当我贾令仪是吃素的吗？贾令仪怒声喝道。此时的他比之刚刚简直换了一副面孔。原来他刚刚表面布置封锁大阵，实际上暗中也在布置封锁阵法，甚至刚刚与小白姑娘交谈，也是在吸引小白姑娘的注意，为的就是暗中布置阵法，控制住小白姑娘。唯有这样才能避免他的儿子受伤。当小白姑娘被控制之后，贾令仪这才动身，来到小白姑娘身前，用阵法解开了小白姑娘手中那捆着其儿子脖子上的锁链。替楚风出头之时，你就应该想过代价。贾令仪看向小白姑娘，眼中尽是冰冷。敢动我一下，你丹道仙宗将不复存在。小白姑娘道。是吗？贾令仪微微一笑，旋即手臂一挥，啪，一道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小白姑娘的脸上。这一巴掌落下，直接将小白姑娘的半边脸打得肿胀了起来。而小白姑娘也是一脸诧异，她似乎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挨下这个耳光。动你了，我丹道仙宗怎么还在？臭丫头，你当我贾令仪是被吓大的不成？我知道你的身份并不简单，但我要让你明白，我贾令仪同样也不简单。你要帮这个楚风，那我就让你明白这样做的后果。贾令仪说话间便要再度动手。住手！可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顺声观望，只见那试炼界还未彻底结束，可楚风已经走了出来。他是主动走出来的，因为他无法置小白姑娘而不管。当发现楚风出来那一刻，丹道仙宗诸多高手便立刻动身，想要将楚风抓住。可他们还未靠近，一股强大的力量便自楚风高举的手掌释放而出，将靠近楚风的人全部轰飞，就连他们合力布置的封锁大阵都被摧毁。一股超越半神的力量释放而出，是楚风手中的令牌，图腾龙族给予的最强令牌。此阵不仅蕴藏守护阵法，还蕴藏召唤阵法。楚风之所以敢现身，就是因为还有这图腾龙族的最强令牌。这最强令牌在其他地方可能无用，但在这图腾天河之内绝对有用。守护阵法触发，不仅将楚风守护在了当中，同时召唤阵法也被触发。只见令牌之中一道光芒冲天起，随后一道巨大的虚影在天空浮现，宛如一只巨大的眼睛，凝视着这片天地的所有人。而很快，那巨大的虚影之内，一道老者身影浮现。只见其身穿图腾龙族长袍，而在场的许多人都认得这位老者的身份，是图腾龙族的龙瑞大人。差点忘记了，楚风还有最强令牌在身，这可是保命的啊！看到那最强令牌，居然召唤出了龙瑞大人，就连丹道仙宗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慌了。虽说那只是阵法力量所呈现的虚影，真正的龙瑞大人并不在这里，但龙瑞大人却也是能够通过阵法力量清晰地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的。而事实上，龙瑞大人也的确在打量周围，且最终将目光落在了贾令仪的身上。贾令仪，这是发生了何事？龙瑞大人问道。龙瑞大人，这楚风杀了我丹道仙宗诸多小辈，就连贾成英也命丧其手，今日此子我必要除之，还请龙瑞大人行个方便。贾令仪施礼道。那客气的模样，他们显然是旧相识。楚风，你可真是罪该万死！你是觉得有了我图腾龙族的最强令牌，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那龙瑞竟不问楚风缘由，只听了贾令仪的话后，就直接怒斥楚风。所有人都愣住了，没想到楚风拿出最强令牌后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而接下来那龙瑞大人的举动，更是让所有人感到意外。贾令仪，这楚风罪孽深重，老夫自然不会保他，但人多口杂，有些事情我怕传出去有些影响，还要你来处理。龙瑞大人对贾令仪道。龙瑞大人放心，今日之事不会传出去。贾令仪此话说完，大袖一挥，那封锁天地的阵法立刻扩散，将在场所有人都封锁在了当中。这一刻，除了丹道仙宗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脸色巨变，他们有一种不妙的预感。难道说这贾令仪是要杀人灭口不成？而就在此时，楚风那最强令牌所释放的守护阵法也是立刻消失，但召唤阵法还在。
不用他人说，楚风也明白，自然是那龙瑞通过图腾龙族内的阵眼，收起了他这最强令牌的守护阵法。他是真的要给贾令一行方便了。原来是一丘之貉。楚风冷笑，本以为最强令牌能够保命，却不成想会是这样的结果。对此，那龙瑞并未反驳，而是轻蔑地说道：“楚风，是你作恶多端，罪该万死。龙二狗，最该万死的是你吧？”可就在此时，那小白姑娘却对着龙瑞怒骂一声，而他此话一出，那龙瑞大人则是脸色巨变。龙二狗，这是他的小名，除了图腾龙族内顶尖人物，根本没人敢这么叫他。你是谁？龙瑞凝视着小白姑娘，龙二狗，你连我都不认得了吗？小白姑娘说话间，其腰间便飘出一块令牌，那令牌亮出之后，顿时光芒四射，龙吼冲天。只见其背面写着图腾龙族4个大字，而在其正面则是写着龙木西3个字。木西小姐，你是木西小姐吗？龙瑞拜见木西小姐。看到那令牌，隔着阵法的龙瑞也是赶忙施以跪拜大礼。他是龙木西。听闻此话，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看向小白姑娘，就连贾令仪也不淡定了。龙木西为何人？身为图腾天河之人的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那可是当今图腾龙族族长的小女儿。在龙成宇之前，图腾龙族公认的最强小辈，只是龙木西很少以真面目示人，哪怕图腾龙族内部也少有人见过她的真容，是极为神秘的存在。不曾想，眼前这位清纯可人的姑娘，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木西。怎么贾令仪，那贾成英从古界回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过你我是图腾龙族族人的身份吗？小白姑娘看向贾令仪，此时贾令仪也是眉头紧皱。其实贾成英告诉过她，小白姑娘是图腾龙族族人，身后有图腾龙族撑腰，当日就是报出了图腾龙族的名号，小白姑娘才能从古界脱困。但是她今日必要除掉楚风，所以哪怕明知道小白姑娘是图腾龙族之人，她也要动手。她是故意装作不知道的，甚至想过连小白姑娘也一起杀，因为她单到仙宗的势力也是非同小可，就算真的杀了图腾龙族的人，也是能够进行运作的。就比如这龙瑞之所以会这样帮他，就是因为收了他单到仙宗不少好处。可贾令仪万万也没有想到，这小白姑娘竟然会是龙木西，图腾龙族族长的亲生女儿，龙成宇的亲姐姐，同样也是当今图腾龙族最顶尖的天才小辈。这样的身份可不是寻常的图腾龙族族人可比的，她的身份谁人敢动？那龙瑞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贾令仪更是目若呆鸡，何止是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那惨白的脸庞简直是整个人都被吓傻了。至于单到仙宗的其他人，同样是将恐惧写在了脸上，一个个的如临末日一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说错半个字便招来灭顶之灾。他们都知道今日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这就是龙木西身份的威慑力。贾令仪，你不是一直说我帮楚风要付出代价，那么你知道刚刚你打我的那个耳光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吗？龙木西对贾令仪问道。贾令仪沉默不语，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脸色则是越发的难看。贾令仪，怎么回事？而那龙瑞则是忽然怒吼一声，他只知道贾令仪与楚风有恩怨，可并不知道刚刚贾令仪与龙木西之间发生的事，但却也从龙木西的话语中听出了事情的不对劲。龙瑞大人，我不知这位姑娘就是图腾龙族的木西小姐，她绑架了我儿子，扬言要帮楚风对付我，所以刚刚我掌了她一个耳光。对于龙瑞的质问，贾令仪倒也没有隐瞒，你竟打了木西小姐，你疯了！听闻此话，就连龙瑞都吓得不轻。身为图腾龙族之人，他非常清楚图腾龙族族长有多疼爱龙木西。莫说贾令仪，图腾龙族之内有几个人敢动龙木西？你还发声了？还不快快向木西小姐磕头认错？哪只手打的？你自己斩断！龙瑞怒声指着贾令仪怒声吼道。但贾令仪并没有照做，反而是听到龙瑞的怒吼之后，他闪烁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他似是做出了某个决定，所以他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恐惧仍在，但却不再那么慌乱。且看向龙瑞，龙瑞大人，你是不知道木西小姐与楚风的关系，她从一开始就打算收拾我，我认不认错，她都不会放过我。她绑架我儿子，将我引到此地，为的就是要帮楚风对付我。我的结局已经注定了。但是龙瑞大人，你家小姐与楚风关系如此要好，你说她今日见到你我狼狈为奸之后，你会是什么结局呢？贾令仪对龙瑞问道。贾令仪，你少胡言乱语，我何时与你狼狈为奸了？听闻此话，龙瑞也是慌了，赶忙撇清关系，且卑微地看向龙木西。木西小姐，我与贾令仪并没有任何超过图腾龙族与丹道仙宗之外的联系。刚刚他颠倒是非，说楚风斩杀了他丹道仙宗诸多小辈，这本来就是楚风不对，所以我才会收起守护阵法。但这都是贾令仪的一面之词，事情的真相老夫并不知晓，都怪老夫愚钝，太相信贾令仪了。小姐，够了！龙瑞辩驳的话语还未说完，一声怒喝便忽然响起，而那发出怒喝的不是龙木西，竟然是贾令仪。随后只见贾令仪探手一抓，竟直接抓住了龙木西的脖颈。这一幕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连丹道仙宗的人都傻眼了。贾令仪疯了不成？竟敢在知道龙木西的身份之后，仍对龙木西出手！贾令仪，你要做什么？而此时的龙瑞更是怒声质问起来：龙瑞大人，你还不明白吗？你们家的这位小姐与楚风关系极好，求饶和解释皆是没用的。我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让今日发生之事不让外人知晓。贾令仪一只手抓着龙木西的脖颈，一边对龙瑞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在场除了丹道仙宗的人外，皆是面如死灰。如果说之前还不确定，那么现在几乎可以确定，这贾令仪就是要杀人灭口了。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死。龙瑞大人，这件事由我来做，你只需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即可。贾令仪再度说道。龙瑞，今日之事与你无关，我不会追究于你，但我若是死了，你务必要将此事告知我父亲，要将整个丹道仙宗给我灭了。龙木西对龙瑞说道。他很清楚贾令仪之所以还没有对他下毒手，
是在等待龙瑞的回答。若是龙瑞不与他同流合污，那么今日之事传入图腾龙族耳中，那可就不只是他贾令仪要倒霉，他丹道仙宗同样会遭受牵连。毕竟得罪图腾龙族的小姐和杀死图腾龙族的小姐，这可是完全不同的罪名。龙瑞大人，你相信我，只要今日之事不传出去，你我都会安然无恙。但若是放过龙木溪，不仅是我要遭殃，你同样难逃一死。不仅是你，你的亲人也都会被牵连。贾令仪对龙瑞说道：“龙瑞，你不要听他胡说，我龙木溪是什么性格你清楚的。我说了不会追究，便必然不会追究。”龙木溪也是赶忙对龙瑞进行劝说。虽说龙瑞不在此的，但却是他与楚风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只要龙瑞坚持要保他，贾令仪绝对不敢乱动。忽然，龙瑞笑了。这抹笑声过后，龙瑞整个人的神情也全然变了。而这种变化让楚风暗叹不妙。他看了一眼众生平等殿，眼中流露出了一抹焦急。木溪小姐，素清大人不在你身边对吗？果然，龙瑞在与龙木溪说话，语气都变得不同，没了之前那种卑微。我姑姑就在这里。龙木溪道：“木溪小姐，你看看你都什么模样了？若是素清大人在的话，岂会让你受这种委屈？”龙瑞冷笑着说道：“龙瑞，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反不成？”龙木溪怒声问道：“木溪小姐，老夫可不是要反，老夫只是想要保命啊！”龙瑞道：“龙瑞，你大胆！我告诉你，我姑姑就在这华尸山之内，她只是……”龙木溪话未说完，他便发出一声惨叫，是贾令仪捏紧了他的喉咙，使其无法再继续说话。龙瑞大人，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您下令吧。您一声令下，我来了结这一切。贾令仪对龙瑞说道：“贾令仪，你我的恩怨与白姑娘无关，你有本事就冲我来。”而就在此时，楚风则是忽然开口：“楚风，你别急，你也会死，但我不会让你痛快的死。”贾令仪此话说完，便将目光重新放在龙木溪的身上。龙木溪，我不妨告诉你，我早知道你是图腾龙族人，但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会是龙木溪。但就算你是龙木溪又能如何？今日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中？话到此处，贾令仪眼中杀意涌现，鲜血喷溅。下一刻，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只见龙木溪安然无恙，那贾令仪锁住其脖颈的手掌仍在其脖颈之上，可那只手已经断了。有人斩断了贾令仪的胳膊，那喷溅的鲜血不是龙木溪，而是贾令仪。贾令仪看向自己的断臂，更是一脸不妙。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龙瑞，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而就在此时，一声苍老的声音响起，且当那道声音响起的同时，一股强大的威压肆虐天际，不仅将贾令仪的阵法震碎，更是束缚住了丹道仙宗在场的所有人，也包括贾令仪。瞬身观望，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而那贾令仪以及龙瑞等人更是近乎绝望。那是一老一少两道身影，那老者身强体壮，只是身高便足有30米，站在那里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山，霸道非凡。而另外一位青年男子看到他那一刻，楚风也是倍感意外。龙骑9战之一，龙葵大人，图腾龙族少主龙成宇，有救了！我们今日有救了！猛然间，无数欢呼响起。原本以为今日要陨落于此的众人，看到这两位，便知道他们得救了，因为那老者乃是图腾龙族9期龙战之一龙葵，青年男子则是图腾龙族少主，也是图腾天河最强小辈龙成宇。而此时，龙成宇则是来到了龙木溪的身旁。姐，你没事吧？龙成宇关切地问道。龙木溪将脖颈上的断手扯下，但对于龙成宇的关切并没有回答，态度很是冷漠。但龙成宇也不介意，而是恶狠狠地看向了贾令仪。臭娘们，敢动我姐！说话之际，他手掌一翻，一把匕首浮现在手中，就要对贾令仪痛下杀手。住手！可就在此时，龙木溪却忽然开口制止。他这一开口，龙成宇的动作也是静止，旋即不解地看向龙木溪。他要交给楚风处置。龙木溪这句话的语气就像是命令。听闻此话，龙成宇神色微微变化，但倒也是没有继续动手，而是神色凝重地走向楚风。见到这一幕，许多人都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龙成宇是何人？相比于神秘的龙木溪，他的威慑力更强。而今日龙木溪险些死去，都是因为楚风。他们都觉得龙成宇可能要将罪责怪在楚风头上。楚风就算再逆天，可面对龙成宇也是绝无胜算，无论是实力还是身份，那都不是一个级别。可就在众人觉得楚风可能要倒霉之际，那龙成宇竟忽然伸手一把拍在了楚风的肩膀，随后更是大嘴一咧，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嘿嘿，兄弟，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龙成宇此话一出，就连龙木溪的表情都是微微变化。他没想到龙成宇会认得楚风，而丹道仙宗的众人本就绝望的脸上又添加了一抹死灰。谁能想到楚风不仅认识图腾龙族的小姐龙木溪，竟还认得图腾龙族的少主龙成宇，而只从龙成宇那咧着大嘴哈哈大笑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与楚风关系也是非常不错。不过相比于旁人，楚风倒是颇为淡定。你的身份确实让我有些意外。楚风笑着道。眼前这位，楚风当然记得，就是前段时间在礼物姑娘所在的那片丛林中，楚风所救下的青年男子。刚开始那男子高高在上，一直在质疑楚风不知道他是谁，而蛋蛋更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傻子。不成想他居然就是图腾天河大名鼎鼎的龙成宇。兄弟，你也很让我意外啊，你居然认得我姐姐。不过这也算是缘分吧。龙成宇嘿嘿笑着，但紧接着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兄弟，之前咱们的事还请为我保密，因为兄弟我毕竟名声在外，若是传出去，多少有点没面子。这暗中传音也正是来自龙成宇。放心，我懂。楚风也是暗中回应。而此时那龙葵也是走到了龙木溪近前。小姐，你没事吧？龙葵关切地问道。田老，我没事。龙木溪回复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龙葵点了点头，随后便目光突然转冷，
紧接着猛然转身，只见一拳轰出，噗的一声，一拳便落在了贾令仪的身上。这一拳力道极强，竟直接击穿了贾令仪的胸口。当其手掌收回之际，贾令仪的心脏已经被其取了出来，且捏成了粉碎。而这一击过后，贾令仪虽然还活着，但却大口鲜血不断自其口中喷涌而出，整个人虚弱地瘫坐在了半空之上。只是这一击，他便近乎丢了大半条命。而面对如此狼狈的贾令仪，在场的众多丹道仙宗之人却是连一个屁都不敢放，全然没有了之前羞辱楚风时的那股牛逼劲。倒是龙木西紧张地开口了：“田老，莫要杀他。放心，小姐，我只是教训一下他，不会取其性命。”龙葵此话说完，抬头看向那阵法之中的龙瑞，眼中杀意更盛。此时龙瑞跪在地上，正瑟瑟发抖。他很清楚，如果说先前他还有生机，那么现在的他几乎是要必死无疑了。龙瑞，你是现在自裁，还是带我回去处置你？龙葵问道。听闻此话，那龙瑞反而是站起身来：“大人，我龙瑞罪该万死，我今日以死谢罪。”话落，那龙瑞大袖一挥，那召唤阵法便消散开来。人们并没有看到他自裁的画面，那召唤阵法便消散了。很显然是龙瑞所为，大家都明白，这龙瑞根本就没打算自裁，他多半是要逃。但龙葵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且对龙木西道：“放心，小姐，他逃不掉。”龙木西点了点头，旋即问道：“田老，你怎么会来的？是素清给老夫传递了消息。”龙葵说道：“姑姑。”听闻此话，龙木西神色变化，似是想到了什么。“田老，我姑姑可能遇到了麻烦，你随我来一下。”话罢，龙木西便身形一纵，离开了此地，向化尸山深处飞掠而去。听闻此话，那龙葵则是大袖一挥，将一个金碗丢出，而自己则是跟随龙木西一同向化尸山深处飞掠而去。至于那金碗，非常精致，尤其是上面刻有的10条金龙，栩栩如生，宛如活物。金碗来到高空，便化作金光散开，而碗中的金龙则是飞掠而出，化作10条金色巨龙，龙吼阵阵，围绕天际盘旋，形成一道金色屏障的同时，一股巨大的威压也从天而降，但却只是针对丹道仙宗的众人的。为何刚刚龙木西小姐称龙葵大人为田老，为观众人中有人不解，于是询问。其实龙葵大人的全名叫做龙葵田，但年轻的时候与7届圣府的一位界灵师交手战败后，对方嘲讽他名字起得不对，与其叫龙葵田，不如叫龙种田。而龙葵大人也是十分气愤，从此以后他便改名为龙葵，将那个田字去掉了。至于木西小姐为何叫他田老，我猜测是图腾龙族的高层，还是以他曾经的名字称呼他吧。但是你可千万别这么叫，外人都叫他龙葵大人，没人敢叫他龙葵田，谁敢叫，那必然会惹怒于他，那就是找死。有明白的老者解释道。而就在此时，众生平等殿内释放而出的暗紫色气焰开始消退了。就在那暗紫色气焰刚刚开始消退之际，丹道仙宗的战船内有一道光柱冲天起，竟洞穿了那10条金龙形成的屏障。那是一道传送结界，这种感觉是那个丫头。楚风目光变化，虽说那10条金色巨龙形成的屏障被洞穿后又很快恢复，可楚风知道那传送结界代表着什么。就在刚刚，有极为强大的传送结界带着一个人离开了，而楚风猜测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先前在众生门内手持奇特长剑与自己交手的女子。此时楚风有了一种猜测，搞不好那个女子就是释放那暗紫色气焰对众生平等殿发起进攻的罪魁祸首。尤其是楚风此时将目光投向贾令仪，发现贾令仪此时也在望着众生平等殿，看着众生平等殿那消退的暗紫色气焰。贾令仪眼神空洞，那是彻底的绝望，这更加让楚风觉得自己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很快有一道身影从众生平等殿内飞掠而出，乃是结界画师。楚风小友，你没事吧？结界画师直接来到了楚风近前，他显然是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所以并没有任何不解之处，只是关心楚风的状况。前辈，我没事，您呢？楚风也是关切的询问。结界画师此刻脸色很是苍白，整个人都非常的虚弱，说明他刚刚对抗的暗紫色气焰也是费了极大的力气。我没事，还好有素清大人帮老夫催动阵法，如若不然，老夫还真是支撑不住。但老夫没有想到，他竟与丹道仙宗联手，破开了老夫众生门延续时间的结界阵法，导致木西小姐被迫出手。而素清大人在全力帮老夫催动阵法时，根本观察不到此地的情况。老夫此举险些害死了木西小姐与你。结界画师一脸惭愧，而听到结界画师这样说，楚风也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那位素清大人应该就是龙木西口中的姑姑，那个姑姑应该是一直跟着龙木西的，是负责保护他的。而龙瑞必然也知道此事，因此龙瑞在纠结是否叛变之前，才会一再询问素清大人是不是没在。因为若是素清大人在的话，今日丹道仙宗这些人都要死，他若是叛变，自然也要死。后面正因为龙木西被贾令仪掐住了脖子，而素清大人迟迟没有现身，龙瑞才判定素清大人不在，这才决定叛变。但实际上龙木西没有说谎，他的姑姑也就是素清大人是在这里的，只不过是因为帮助结界画师催动阵法，镇压那暗紫色的气焰，耗费的力量太大，导致其察觉不到龙木西遇到了凶险，所以才没有露面而已。而先前结界画师动身压制暗紫色气焰之前，丢出了一道传信符，想必通知的就是龙木西的姑姑。至于结界画师为何要让素清大人帮忙，自然是因为素清大人实力强大，确实能够帮他压制暗紫色气焰。不过结界画师并没有想到贾令仪有办法破开他的融入众生门内的延缓阵法，在他忙于压制暗紫色气焰的时候，逼迫楚风从众生门内出来。当他发现的时候，也是无法脱身了。虽然这样的局面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也正因为他让素清大人帮忙，才险些害死龙木西与楚风，所以他才如此惭愧和自责。
前辈您不用自责，我们这不都没事吗？楚风安抚道。看到结界画师如此自责，楚风的脸上竟也有着些许自责，而结界画师却苦笑着摇了摇头，脸上的惭愧依旧不减。很快，3道身影飞掠而来，是刚刚离去的龙葵以及龙木溪，而另外一位是身材妖娆、极具韵味的红袍女子。但别看长相吸引人，但此女的气场十分强大。前9七龙战之一的龙素清看到此女，许多人就已经惊呼出声，因为相比于龙葵田，这龙素清同样大名鼎鼎。只不过此时的龙素清脸色也很苍白，看来催动阵法帮助结界画师压制暗紫色气焰，他也是费了不小的力气。结界画师，你真是大胆，为何不提前告诉我，帮你催动那阵法，会影响我对木溪的观察？龙素清看向结界画师，眼中也是毫不掩饰他的埋怨与愤怒。显然他现在已经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正因知道龙木溪先前遭遇了不测，他才愤怒。大人，是我考虑不周，还请大人责罚。结界画师直接跪地请罪，你要我帮你可以，但你没有提前告诉我，催动此阵耗费如此之大，会害得我无法察觉木溪的情况，险些酿成大祸，你的确该罚。龙素清道。算了，姑姑，事发突然，画师前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况且我不是没事吗？龙木溪赶忙劝道。听到龙木溪开口，龙素清也挥了挥手，算了，起来吧。同时一股武力浮现，将结界画师搀扶了起来。他虽生气，但也是因为担心龙木溪，而他自己也清楚结界画师不是有心的，所以自然也不会真的责罚。虽不再怪罪结界画师，但却将目光投向了贾令仪。只见其手掌一翻，一道金色的鞭子浮现，对着那贾令仪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抽下，鲜血喷溅，贾令仪的身躯直接被抽成了2段。姑姑，留下活口，此人还要交由楚风处置呢。见状，龙木溪则是赶忙开口，就算交由楚风处置，但也不能便宜了他。龙素清说话间，将目光投向了贾令仪的儿子贾霍，随后又是一鞭子下去。这一鞭子落下，鲜血纷飞，贾霍同样被抽成了2段，但贾霍并没有那么幸运，而是被直接抽死了。霍儿看到儿子死在自己面前，贾令仪痛不欲生，可偏偏这就是龙素清想看到的局面，他就是要以此泄愤。但哪怕如此，他也仍不解气。结界画师，给我将他医好。龙素清道。结界画师也不怠慢，而是赶忙布置结界阵法。结界阵法的加持之下，贾令仪被抽断的身躯重新链接，看似被治愈，但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更加残忍的酷刑。但除了丹道仙宗的人外，没有一个人同情他，都觉得他活该。可就在此时，那贾令仪却忽然大笑起来，自知要命丧于此的他，竟恶狠狠地看向楚风。楚风，你奶奶是我只是人杀死的，金龙焰宗也是我只是人灭的。你若要报仇，就应当靠自己的能耐，借助图腾龙族的力量。你算什么本事？我贾令仪今日虽败，但也是败给了图腾龙族，不是败给你楚风。你的仇并没有报。贾令仪恶狠狠地盯着楚风，狰狞地冷笑着。他虽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但却仍不愿放下高傲，哪怕死，也仍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死在楚风面前。可偏偏面对贾令仪这样的挑衅，楚风却并未动怒。首先呢，能有人愿意为我撑腰，这本来就是我楚风的本事。另外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奶奶她还活着。楚风说道。什么？宋洛已没死？不可能，她不可能没死。贾令仪起初不愿相信，但看到楚风的模样，他又觉得楚风不像撒谎，于是他整个人都近乎崩溃。他不停地大吼着，似是想以此证明楚风的奶奶已经死了，因为他最想除掉的就是楚风的奶奶。若是楚风奶奶真的还活着，那他可就输得彻底。楚风则是不再理会贾令仪，而是看向龙素清。素清大人，您教训他吧，但请务必留他一口气，我还有事要问他。楚风说道。我答应过木溪，他的命我会留给你来处置，便一定不会杀他。龙素清此话说完，便准备再度出手教训贾令仪。可忽然整个天地开始剧烈摇晃，武者出手，莫说天地摇晃，空间碎裂都是小事一件，可此时的天地摇晃却让所有人都是心头一紧，一种极为不妙之感由心中升起。就连龙葵与龙素清的脸色也是变得异常紧张，而结界画师更是脸色大变，第一时间看向了众生平等殿，且赶忙丢出一幅化作阵法，覆盖住了众生平等殿，那乃是封锁大阵。很快，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反应过来，纷纷将目光投向众生平等殿。他们发现，那使得天地剧烈震荡的源头，正是那众生平等殿。结界画师，怎么回事？龙素清与龙葵田2位大人几乎同时对结界画师询问起来，那急促的语气能彰显出他们的紧张。而结界画师并未解释，而是直接道：大人，快带少爷小姐走。他此话一出，便让所有人都知道事情可能真的不妙。可他话音刚落，这片天地的摇晃便异常剧烈，紧接着那封锁众生平等殿的大阵便如碎裂的镜片瓦解粉碎，是黑色的气焰，一股黑色的气焰自众生平等殿冲出，且将那封锁大阵摧毁。一切的发生的太快，当众人反应过来之际，那黑色气焰早已来到天空深处，整片天空都被其所封锁，黑焰翻腾，本就恐怖，而那黑色气焰之中更是有着8只巨大血红眼眸，如魔神一般打量着下界的众人。仔细观看，可以看到是一只无比巨大的怪物，正隐于那黑色气焰之中。不是那怪物隐于黑色气焰之中，而是那黑色气焰正是由着怪物所散发，只是那怪物太过巨大，巨大到遮蔽了整片虚空，哪怕武者视线极广，但却也根本看不到他的全身。且当他出现那一刻，在场之人无一不是毛骨悚然，哪怕龙素清与龙葵也不例外，因为此物的身上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那是极为恐怖的戾气，以及极具毁灭的力量。那是什么东西？这一刻，许多人都快被吓傻了，甚至胆小之人都哭出了声，恐慌的尖叫不绝于耳。
不是他们胆小，而是那东西太可怕了，散发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当它出现那一刻，众人如临炼狱，都觉得自己今日必死无疑。成功了，居然成功了！可在众人恐惧万分之际，贾令仪竟一反常态，仰天大笑起来。他仿佛已经忘记了身上的痛苦，脸上有的乃是无尽的得意与嚣张。而他这一笑，也成功的让众人的注意力重新落在了他的身上。楚风，你想不到吧？你以为你有图腾龙族撑腰，今日胜券在握，即将大仇的报，你错了。今日大仇的报的乃是我贾令仪。话到此处，贾令仪将手指向了虚空，那遮天蔽日的可怕之物，且将目光投向结界画师。结界画师，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贾令仪对结界画师说道。但结界画师没有回答，而是狠狠地盯着贾令仪。此时他几乎确定，一切罪魁祸首乃是贾令仪。此物会破开封印，正是因为贾令仪联手那位一而再的进攻，似乎早就料到结界画师不会回答。于是贾令仪目光扫视众人，最终将目光落在了楚风身上。楚风，你想知道这是什么吗？贾令仪问。什么？楚风问。此乃这众生平等殿真正的主人，以无数亡灵利器凝聚而成，它之强大，想必只要你还是个人，就能够感受得到。而我来到这里，真正目的其实并非是你，而是解放此物。今日此物解放，龙葵和龙素清也救不了你，你们都要死。贾令仪面容阴冷，但却也难掩得意。而对于他所说的话，在场之人并不会质疑，哪怕龙葵和龙素清也知道此物具有着怎样的力量。就连龙葵和龙素清也慌了，他们已经丧失了反抗的想法，只是在思考要如何逃脱。但唯有一个人不慌，此人便是楚风。贾令仪，此物听你的话吗？楚风问。你想见识一下，那我就让你临死之前开开眼。贾令仪说话间，便将手摸入怀中。见状，龙葵与龙素清还有结界画师等人第一反应便是动手阻止他，可他们还没有动手，只见虚空之上黑焰翻腾，一股强大的威压便从天而降，将他们所有人都束缚住了。莫说结界画师强如龙葵与龙素清，此时在那威压面前也是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贾令仪从怀中取出一块令牌。那令牌虽为暗紫色，可却与虚空之上的黑色气焰有着相通的气息。手握这块令牌，贾令仪看向了被束缚的龙葵与龙素清等人，但最终还是将目光投向了龙木溪。龙木溪，你以为你身份不凡，高高在上，便丝毫不将我贾令仪以及我丹道仙宗放在眼里？你觉得你帮楚风对付我，就如同踩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你太小看我贾令仪，也太小看我丹道仙宗了。记住，你本可以活着，继续你的荣华富贵，你的弟弟、你的姑姑也都可以活着，继续他们高高在上的人生。但他们今日都要死，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是因为你一意孤行，非要帮着这个楚风，才落得今日田地。记住，是你害死了他们。贾令仪此话一出，龙木溪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惭愧。不管贾令仪如何小人得势，但他说的也是事实，他自己倒是不怕死，但却并不想连累其他人。姑姑、田老、程宇、画师前辈，抱歉，是我害了你们。龙木溪惭愧无比。木溪，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龙素清与龙葵并无丝毫责怪，而那龙程宇更是哈哈大笑起来。姐，咱们是谁？咱们可是图腾龙族之人，岂能被他的话语所左右？难道咱们死，他就不是蝼蚁了？他依然是蝼蚁。此话说完，龙程宇更是直接看向贾令仪。贾令仪，别他娘的在这墨迹了，你要动手就抓紧，反正我们死也有你丹道仙宗陪葬，小爷先你一步而已。龙程宇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刮目相看，他可不是嘴硬，他那神态是真的不怕。龙程宇，看不出来你竟如此嘴硬，那我倒要看看你死后嘴是否还是硬的。话到此处，贾令仪眼中杀机涌现，随后握紧手中令牌，便指向了龙程宇等人。虚空之上，黑焰退散，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利爪浮现而出。那利爪浮现，狂风大作，它只是隔着虚空横扫而过，毁灭性的力量便降临人间。刹那间，惨叫连连，哀嚎不断，鲜血更是如雨一般倾洒而下，有数万人的身躯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但这一幕发生之后，贾令仪却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原地，就连其他人也同样一脸不解，因为那数万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丹道仙宗之人。可怎么会这样？此物不是贾令仪释放而出的吗？为何他的一击却杀死了这么多丹道仙宗之人？贾令仪，你在干嘛？你是在大义灭亲吗？龙程宇更是哈哈大笑，讽刺至极。他本来做好了等死的准备，却没想到贾令仪竟然失误了。贾令仪咬牙切齿，没有说话，而是握紧令牌，再度一指。下一刻，那虚空之上巨大的利爪再度挥动，紧接着又有数万人惨遭不幸，但无一例外，又全部都是丹道仙宗之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此刻，丹道仙宗还活着的人，皆是瑟瑟发抖，用祈求的眼神望着贾令仪，甚至开始有人跪地求饶，祈求贾令仪饶命。可贾令仪也十分委屈，他望着自己手中的令牌，那个眼神简直开始怀疑人生。怎么会这样？贾令仪望着手中令牌，也是不敢再轻易催动。而龙程宇也是收起了脸上的笑容，面色忽然变得凝重，再度重新打量天际之上的可怕魔物。他以及龙木溪等人都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如果说第一次是失误的话，那第二次又怎么解释？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那黑焰开始退散，同时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身躯也开始缩小，最终他化作了一只100米大的身躯。此时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他的模样，他身形4抱，但却有着8只爪子，爪子极长，如蛇一般，头长3个尖锐的犄角，更是有着8只血红的眼睛。抛开暗黑气焰不谈，其长相本身也是足够恐怖，宛如恶魔临世。哪怕他化作只有100米大的体积，但他的压迫感与威慑力却是丝毫不减，甚至少有人敢正面打量于他。
生怕多看一眼便落得与丹道仙宗众人相同的惨状。此时他从天而降，竟飞落到了楚风的面前，而其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在场的所有人感觉难以置信。那恐怖无比，连九岐龙战都没有还手之力的可怕存在，来到楚风近前之后，竟然俯身跪下，他竟以臣服之姿跪在了楚风面前。这一幕，旁人都是一头雾水，震惊无比。而贾令仪则是瞪圆双眼，不敢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看着这样的贾令仪，楚风先是一笑，这才说道：“贾令仪，你现在知道他是谁放出来的了？你说他是你放出来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比吃惊地看向楚风，尤其是贾令仪和结界画师，那表情更是异常复杂。你少胡说八道，此物岂是你能驾驭的？短暂的震惊之后，贾令仪仍不愿相信，他开始疯狂地挥动手中的令牌，想要催动那戾气滔天的怪物斩杀楚风。可那怪物却稳稳地跪在楚风面前，纹丝不动。这一刻，就连本不愿相信的人们也开始动摇了，因为贾令仪似乎根本无法催动此物。而面对疯狂的贾令仪，楚风则是缓缓抬手，指向了贾令仪所在的战船。灭！楚风此话一出，那怪物便爪子一挥，顿时惨叫连连，无数碎片如雨点一般在天际纷飞。不仅是贾令仪战船被摧毁，那战船内的诸多顶尖强者也都被摧毁。那可不只是战船的碎片，还有丹道仙宗众强者的碎片。最主要的是，那怪物的威压虽然还在，但却不再控制在场众人，而控制住了丹道仙宗以及贾令仪。见此一幕，众人已是不得不信，此物的确听从楚风召唤。楚风小友，你是怎么做到的？结界画师也是一脸错愕地看着楚风，他实在想不通楚风是如何掌控了这个怪物的，因为楚风根本就不知道掌控这怪物的方法呀。前辈，等一下再与您解释，现在我需要处理一下这个贾令仪。楚风此话说完，便向贾令仪走去。他倒也不急，御空而行，一步一步地走着。而眼见着楚风靠近，贾令仪眼中则是充斥着无尽的愤怒。事已至此，他不得不信楚风才是那怪物的掌控者。你故意的，你故意戏耍我！贾令仪恶狠狠地道：“我就是在故意耍你，但之所以会被耍，也是因为你太蠢。那个帮你解封此物之人，不是已经逃掉了吗？他若能成功，为何还要逃？”楚风说道：“畜生，你这畜生！”贾令仪愤怒地咆哮起来。哪怕他已被束缚，可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杀意。可突然，鲜血喷溅，是楚风。楚风虽未靠近，但却一剑飞出，直接刺穿了贾令仪的喉咙。但楚风并没有杀了他，若是这样杀了他，可就太便宜他了。这只是一个开始，你这冷血的东西，折磨丹道仙宗之人已是没有意义，那我就给他们一个痛快吧。楚风说话间，便看向丹道仙宗还活着之人，而丹道仙宗众人顿时脸色大变。楚风少侠饶命！楚风少侠饶命啊！你与贾令仪的恩怨与我们无关啊！那些丹道仙宗残存之人纷纷向楚风求饶，无关，你们披着丹道仙宗这件衣服，就注定与你们有关。楚风此话一出，那怪物的爪子轻轻一挥，顿时鲜血飞溅。至此，丹道仙宗除贾令仪外，在场的所有人尽数死去。而人们看向楚风，眼中皆是涌现出了浓浓的畏惧。就连龙葵田、龙素清以及龙成宇看楚风的眼神也变了。这场杀戮若是怪物所为，人们觉得正常，毕竟怪物本就戾气滔天。但当发现这其实都是楚风所为，一起就变了。毕竟楚风不是怪物，而是人啊！尤其是楚风杀人的时候，脸上居然一点波澜都没有，这可不只是仇恨的问题了，这说明楚风本身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楚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就听你的话了？快告诉本女王！此时，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询问起来，因为就连她也是一头雾水。蛋，你还记得在众生平等殿时，当那暗紫色气焰欲要解封此物，而我在催动阵法之前做了什么吗？楚风问。你是先用自己的手封住了关押那邪恶之物的门，然后才去催动阵法的，所以是那个时候你动了手脚。女王大人恍然大悟，因为的确是楚风将手放在那门上之后，那个怪物便突然平静了下来。之后楚风便催动阵法对抗那暗紫色的气焰，但他还是不解，于是又问：所以你是什么时候领悟到掌控此物的方法的？我根本没有领悟掌握此物的方法，我是用了我自己的方法。楚风道：什么方法？女王大人问。至暗之道。楚风道：至暗之道。听闻此话，女王大人再度恍然大悟，她当然知道至暗之道乃是楚风在里乌姑娘所在那片丛林的遗迹内所领悟的力量。至暗之道隐于黑水晶之内，原有3种，其中2种已被他人领悟，而最后一种至暗之道是最难领悟的，是连那位自称为帝、强大到不可估量的女子都无法领悟的。当时楚风就说，这至暗之道可以用来打造秘境，但却需要一个强大载体，而显然这邪恶之物已被楚风选择的载体，所以楚风出手之后，邪恶之物才会安静下来。必然是因为楚风在那个时候将他体内的至暗之道融入了邪恶之物的体内，所以你后面催动阵法阻挡暗紫色气焰，根本不是怕他解封那怪物，而是防止暗紫色气焰破坏你至暗之道掌控那怪物。女王大人又问：是，那暗紫色气焰其实根本无法真正的将此物解封，但我至暗之道彻底融入怪物体内，却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才阻止暗紫色气焰。楚风说道：难怪你那个时候说这是一次机会，你这家伙居然连本女王也瞒着，真是够坏的。女王大人嘴上埋怨，可脸上却是笑开了花，她是在替楚风感到高兴，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楚风说道：惊喜吗？那还真是一个不一样的惊喜。女王大人撇了撇嘴，老也不可置否，因为以往楚风任何行动都会与他沟通，所以楚风的行动他都十分清楚，少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处。但这一次不同，楚风是独自决定的，
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也是被惊到了。这样的情况可谓是让他以外人的视角感受到了楚风的手段。还真别说，以外人的视角来看，楚风这家伙的手段，连他也是十分佩服，仿佛更能感受到楚风的强大。所以现在是成了。女王大人问，这两个家伙都不好对付，但相互抵消之下，反而能由我掌控，只差收尾，这秘籍就成了。不过在此之前，我还要利用这怪物的力量来收拾一下贾令仪。楚风与女王大人暗中沟通之时，楚风仍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贾令仪，此时刚好来到了贾令仪的身前。那个与你联手的丫头究竟是谁？楚风问。你想知道，我就要告诉你吗？楚风，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就算你有图腾龙族撑腰又如何？就算你今日杀我又如何？那金龙焰宗我已经灭了，你奶奶就算真的没死，但她也必然是生不如死。你为了复仇，如丧家犬一般苟活到今日，而在你们苟活之时，我贾令仪却想尽荣华富贵，我这辈子早就值了。哈哈，贾令仪仰天大笑，态度十分猖狂。看着这样的贾令仪，就连旁人都看得咬牙切齿。这贾令仪实在太可恨了。可偏偏楚风态度平静，就仿佛贾令仪所说之事与楚风无关一般。这楚风此等心性，小辈少有啊。看着平静的楚风，龙素清看楚风的眼神越加钦佩。他知道楚风不是不怒，而是将怒火藏于心中。只要是人都会动怒，何况面对仇敌，但能将怒火隐于心中才是本事。这种本事老一辈都少有人能做到，何况小辈。贾令仪，你说这么多，无非就是想死个痛快，但我楚风岂会如你的心意？忽然结界之力涌现，一座阵法也是逐渐成型，是楚风正在布阵。那阵法为漆黑之色，还未完成，人们便感受到了那阵法的不简单。就连本还猖狂的贾令仪，此时嘴角也是不由得抽搐起来。他知道楚风接下来要做什么。很快，阵法成型，如同一座刑罚台，立在贾令仪的下方。黑色的锁链浮现，竟带着无数坚针，只是这锁链捆绑，贾令仪便已是鲜血淋漓。将贾令仪固定之后，仍有诸多物件自阵法升起，各种刑具数不胜数，甚至还有诸多可怕的毒虫。而接下来，在楚风的指挥下，这些阵法刑具以及毒虫一一落在了贾令仪的身上。楚风的修为虽然远在贾令仪之下，可因有那邪恶的怪物在此，且束缚住了贾令仪，因此楚风的手段可全部奏效。楚风本就不是心慈手软之辈，何况对付的是贾令仪。纵使贾令仪的嘴巴再硬，可在那阵法刑具贯穿身躯之下，也是惨叫不断。看不出来这楚风年纪不大，这折磨人的手段还挺花。看着那体无完肤的贾令仪，就连原本怒火滔天的龙素清等人心中的怒火都散了不少。可贾令仪的嘴还真的硬，哪怕被折磨的遍体鳞伤，已不成人形，连哀嚎的力气都快没了，但却是始终不肯招。这个家伙看不出来还这么讲义气，嘴巴居然这么严。女王大人讽刺的道，他可不是讲义气，他这种人岂会在乎他人死活？他是深知自己死期已至，就算我不杀他，图腾龙族之人也不会放过他，所以他是想临死之前恶心我一下。我不是想知道那女子的身份，他就偏不告诉我。楚风说道。这样吗？那还真是可恶。楚风，让本女王出去。女王大人气愤地说道。很显然女王大人是想亲自出手来折磨这贾令仪，他已经极限了，你若再出手，他就要死了。楚风说道。死了就死了呗，本来不就是要杀他？女王大人道。不，我改变主意了，他若怕死，我便杀他，可既不怕死，我便要让他活着。楚风说道。活着。听到这两个字，女王大人不由一愣，若是这样杀了他，未免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活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楚风此话说完，忽然大袖一挥，竟将那笼罩贾令仪的阵法散去。而此时人们虽惊叹楚风的手段，但却更惊叹于贾令仪的嘴硬，这可与他们预想的不一样。他们本以为贾令仪这种养尊处优的人根本扛不住楚风的折磨，会立刻就招了呢，不成想竟如此嘴硬，扛到了现在，甚至连求饶都没有求过。事已至此，楚风也是没有办法，大家都觉得楚风是要将贾令仪杀掉了。贾令仪，你很想死对吗？我偏要你活着。你之前的人生是想尽荣华富贵，被人仰望，活得很是自在，很快乐对吧？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将再也体验不到活着的快乐，你至余生只有痛楚。楚风此话说完，突然指向贾令仪，而那怪物则是来到楚风身后，随后尖锐的指甲洞穿了贾令仪的身躯。下一刻，贾令仪发出了凄厉无比的惨叫，有某种东西正在从贾令仪的体内被抽离，是修为。贾令仪的修为正在被废除，就连他的本源也在被抽取，所剩下的只够支撑那脆弱的生命而已。与此同时，贾令仪的容貌也是发生变化。尽管楚风已经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可人们还是能够看到贾令仪的变化，骨骼与血肉都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是用任何手段都难以遮盖的。楚风不仅剥夺了贾令仪的修为，更是剥夺了贾令仪最在意的容貌，当然他的身份也将被剥夺。得罪了图腾龙族，丹道仙宗也护不住他，甚至今日之事，丹道仙宗也多半会遭受牵连。所以就算他活着，也必然不会像从前那般活着，只能苟且偷生。能否让他活着？楚风看向龙木溪以及龙成宇等人，你说了算。龙成宇道。只有他开口了。龙葵田和龙素清没有说话，但龙成宇说的绝对算数，那就让他活着吧。楚风此话说完，大袖一挥，顿时吸力涌现，将贾令仪身上的宝物以及丹道仙宗死去之人的宝物全部收了起来，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本源。紧接着，楚风又对着怪物探手一抓，那怪物便化作一缕黑色气焰，进入了楚风的掌心之中。见此一幕，众人更是神色变化。那可强大且可怕的怪物，
不仅完全听从楚风指令，更是收放自如。至此，楚风在众人心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全面升华，这已不是小辈天才能够形容的了。楚风所做之事已然超乎想象，倘若之前不懂图腾九道为何庇护楚风，龙木溪与龙成宇为何与楚风交好，那么现在他们懂了，因为楚风值得。